白色衣服发黄别急着扔，教你一招清洗技巧，衣服立马焕然一新，还能再穿几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白色衣服给人一种干净清新脱俗的感觉，所以一年四季总少不了穿白色的衣服。但是白色的衣服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特别容易脏，而且容易发黄。像我们平常穿的白色 T 恤或者白色卫衣，甚至白色的羽绒服，领口、袖口、腋下都会有发黄的情况产生，很难洗得掉。白衣服发黄多半是身体的汗液与污垢所导致的，另外也与洗涤方式、清洁产品有关系。有很多白衣服是因为漂洗不净，残留了洗衣液，时间久了导致发黄变僵硬的情况。首先来调制自制的溶液：小苏打、盐、洗衣液水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把溶液倒在衣服上，直接把衣服装进塑料袋里面，放在太阳底下暴晒2个小时，取出来之后用清水洗。为什么用塑料袋包裹住衣服？是因为这样包裹之后加入了溶液，我们可以把衣服更好地进行浸泡，不会接触空气。那么我们衣服发黄的污渍全部可以更好地、更快地溶解下来。小苏打被誉为万能清洁剂，其天然的去污能力不容小觑。小苏打不仅是做泡菜、烘焙等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调料，它还是一种弱碱性物质。而且脏衣服洗衣预防衣物变脏的小窍门里也有小苏打的身影，可见其名气不小。小苏打能够改变酸碱环境，在弱碱性的环境中，含酸性的油脂污垢能够被分解。只不过不太方便直接用小苏打去清洗衣服，于是人们采用了用水调配等方法，应运而生了小苏打一水溶液。小苏打的特点就是分子很小，所以溶于水之后也需要比一般物质更快更久的搅动才能完全溶解。这种水溶液更方便与污垢接触，并加速其分解。亲爱的家人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容易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麻烦您动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。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通过小苏打和油污之间的反应，就算衣物再脏，只需要轻轻一搓摸，就能轻松洗掉污渍，完全可以绝地反击肮脏秋裤、冬天穿过又脏又臭的袜子等在内的一切。小苏打具有杀菌功能，还能吸附臭味，所以在各种地方都能作为清洁用品进行使用，而只需要在小苏打粉末中加入一些清水调和成糊状，就是更加强效的小苏打清洁剂。我们在反复的搓洗衣服，可以增白去污，小苏打可以软化污垢。用自制的清洁溶液清洗过的衣服，衣服是干净如新，效果非常明显。除了清洗，防止衣物变黄也很重要。白色的衣服和浅色的衣服一段时间没有穿的时候，就会出现该怎么样存放的问题。存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不注意，衣服就有可能会变成泛黄的颜色。领口、袖口、腋下处人体油脂污染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白衬衫的领口和袖口、腋下最容易发黄？这其实是人体油脂污染所致。我们的皮肤每天会分泌出一定的油脂，而这些油脂会在与衣物接触时渗透到纤维里，尤其是那些容易出汗的位置，比如脖部、腋下、袖口、后背等。这些油脂混合着汗液中的有机物，会在氧化反应中形成黄色污渍，长时间下去，污渍会越来越明显，
导致衣物看起来越来越黄。不管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，清洁衣物时很可能会有残留。虽然洗涤剂能有效去除污渍，并且能够深入衣物纤维内发挥洗涤作用，让污渍去得更彻底，但如果没有彻底冲洗干净，残留的化学成分会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发生氧化反应，生成黄色有机物，长期积累，衣物就会逐渐发黄。不同的季节对白衣服的洗护也有不同的要求。在春季，雨水较多，空气比较潮湿，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潮。可以在衣柜里放一些干燥剂，防止衣服受潮发霉。夏季的时候，我们容易出汗，汗渍会让白衣服更快的变黄，所以要及时处理。每次穿着后，最好尽快把衣服清洗干净。秋冬季节，水温不能过高，否则会导致面料收缩，让衣服变小变紧，影响穿着的舒适度。要想让白衣服保持持久洁白，日常保养也非常重要。首先，储存环境的选择至关重要。可以在衣柜里放置一些防潮盒和樟脑球，它们就像忠诚的小卫士，能有效防止发霉和虫蛀。衣柜内部也要定期通风，让空气保持流通，就像给衣柜做深呼吸一样。每次穿着后，都要仔细检查衣物是否沾染了污渍，如果有，要及时处理，避免染料扩散。对于那些特别容易出汗的部位，可以事先贴上吸汗贴，这样就能减少汗液对面料的侵蚀。不过白衣服泛黄也非常常见，并且这种泛黄要比清洁污渍要困难得多，清洗多次都不见得有效果。今天的内容就是和大家说说如何避免衣服发黄，再就是发黄后应该如何清理。出汗后衣服尽快洗，如果出汗的时候穿了白衣服，回家后就要将衣服放入清水中浸泡清洗干净才行，因为这个衣服被汗液染过之后，经过一段时间后特别的容易发黄，2天不清洗就可以看到后背的部分换了颜色，但是及时清洗，这个就会好很多了。及时清洗并且晾干的汗渍衣服基本不会变黄。存放方式，对于白衣服的存放，应该注意的就是彻底清洗干净之后再放入袋子中密封好放置。如果是穿过之后没有清洗后将其放起来，隔几个月后拿出来，这个衣服基本就泛黄到不能看了。彻底清洗干净后才能存放起来，并且要注意防潮和密封，这样来年的时候拿出白衣服来，就能保持放进去时候的状态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好方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。让我们一起呵护我们的白色衣裤，让它们更加持久地陪伴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